總決賽嚟到白熱化階段，勇士以1-2落後 ，Game 4對佢哋嚟講就係關乎生死嘅一戰。上場佢哋慘被屈高，被軟包籃板。今場又會做啲咩調整呢？我哋今日就嚟睇下綠軍對勇士 Game 4嘅戰況。今場同對上幾場大比分收尾都有所不同，今場要打到最後1分鐘先至可以分出勝負。今場勇士亦變陣出戰，將卡波隆尼安排去後備，而 Otto Porter Jr. 就到正選出戰。比賽一開始 ，Marcus Smart 就先聲奪人，一個空切得手。其後 Jason Tatum 又連續喺外線開炮，勇士嗰邊就繼續延續上場被狂搶進攻籃板嘅形勢，令佢哋一度被綠軍以11-4嘅開局。但係局勢喺勇士放出卡波隆尼之後，又再慢慢扭轉，再加上 Curry、Thompson 同埋 Wiggins 等人嘅外線投射，令到勇士迅速追平。喺第一節結束之前 ，Jordan Poole 嘅高難度上籃得手，以及 Grant Williams 嘅 Corner 3命中，就令綠軍領先以1分進入第二節。第二節開始，綠軍就陷入得分荒 ，Jordan Poole 更加一度連入2球3分。好在 Jaylen Brown 及時跳出嚟，又3分又突破，助綠軍穩住局面，令比賽進入拉鋸嘅局面。到咗第二節嘅最後階段，綠軍就憑住 Derrick White 嘅3分冷戰，同埋 Jason Tatum 嘅單打，助綠軍以5分嘅優勢進入下半場。進入第三節，勇士都可以話係 Curry 嘅單天保至尊，連中4球3分，單節打出14分，帶領球隊單節比分以30-24完成反超。以1分嘅領先優勢進入到第4節。第4節一開始，雙方仍然處於膠着嘅局面。綠軍憑住 Jaylen Brown 接連突破到內線，幫助綠軍再次領先。但係浪花兄弟加上 Wiggins 幫手，助勇士打出小高潮，再次反超比分。綠軍多次3分唔中之後 ，Curry 再中3分，將分差拉開。最終勇士險勝綠軍，大比分追成2-2。下場將會移師到去勇士主場進行天王山之戰。一如既往，先講下雙方喺呢一場比賽入邊作出咗啲咩嘅改變。勇士方面，佢哋一開波就改變咗以往嘅正選陣容，將 Otto Porter Jr. 拉上正選，目的相信就係希望改變綠軍嘅正選隊位，從而影響佢哋嘅防守布陣。由於 Otto Porter Jr. 具備投射能力，加上 Wiggins 同埋浪花兄弟，所以需要留喺內線協防護框嘅 Robert Williams 就只有防守 Green 呢一個嘅選擇。勇士希望藉住利用 Green 同埋 Curry 嘅擋拆，將 Robert Williams 拉到去外線，等 Curry 能夠打到佢最希望打嘅內線球員，並且透過提升速度，趁綠軍嘅防守陣型未形成嘅時候，打佢哋一個措手不及。但奈何呢個陣容實在太矮啦，籃板嘅劣勢又再展現出嚟，所以無奈之後 ，Steve Kerr 都係決定要將卡波隆尼放翻出嚟鞏固籃板。確實，當擁有身材優勢嘅卡波隆尼在場嘅時候，綠軍每搶一個籃板都係艱難好多嘅，唔再好似以前咁樣大人搶細路籃板一樣。而呢一場嘅轉折點，個人就認為係卡波隆尼配上4射手嘅陣容。Curry 多次故意拉 Al Horford 同埋 Robert Williams 等人嚟打，以及瞄準佢哋 drop 得太深嘅弱點嚟打出進攻高潮，配上卡波隆尼十分之紮實嘅掩護，幫 Curry 擋住咗防守者，加上佢唔錯嘅保護籃板能力，就令到綠軍好難好似上場一樣靠住進攻籃板嚟追分，甚至係拉開比分。除此之外 ，Jordan Poole 稍為回暖，又為 Curry 帶嚟一啲喘息空間。唔好睇佢今場只係得14分，其實佢今場能夠好好懲罰綠軍內線嘅 drop defense， 令 Curry 唔使不斷持球，使勇士都能夠多一個攻擊點，間接令到 Curry 可以保留體力，留喺後段爆發。而綠軍方面，其實佢哋成場波都係打得唔錯嘅，整體嘅防守強度同埋紀律都打咗出嚟。但面對住咁無解嘅 Curry， 確實係唔係咁容易守得到。你內線提前啲防佢，佢又能夠憑住人球合一，輕鬆破解防守。你唔提前，俾啲空間佢，佢又射到你一面都係。防守方面就真係冇得挑剔太多啦。而進攻方面，佢哋都係繼續貫徹住佢哋不斷單打同埋突破嘅方針，只係進攻節奏
好似稍為有啲亂。加上佢哋今場冇好似上場一樣瘋狂點名單打 Curry， 亦係敗筆之一，令到 Curry 可以積存體力喺往後爆發。進入第5場天王山之戰，其實勇士仲有幾個因素係需要留意嘅，就係 Draymond Green 嘅進攻、Jordan Poole 嘅防守以及 Klay Thompson 嘅狀態。Draymond Green 喺呢一輪嘅系列賽本身都唔期望佢喺得分上可以幫到啲咩手噶啦，但都估唔到佢嘅犯規數字比佢嘅得分仲要多，而且佢喺場上好似完全唔敢出手一樣，接到波就好似接炸彈一樣，即刻將個波傳出去。呢個狀況變相就令到勇士嘅進攻端變成4打5一樣，對往後嘅發展都係唔樂觀嘅。而 Jordan Poole 每當上場嘅時候，綠軍都會揾佢嚟打，亦係瞄準佢防守差呢個弱點，但奈何 Curry 亦需要佢出嚟緩解體力，實在係魚與熊掌難以兼一。咁樣就要睇 Klay Thompson 嘅狀態可唔可以及時回復。若然能夠恢復嘅話，勇士攻防兩端嘅弱點都能夠大大減少。而即將去到 Klay Thompson 最擅長嘅 Game 5同埋 Game 6，就睇佢可唔可以及時爆發，為勇士取回1勝。反觀綠軍嗰邊，佢哋成隊波都冇明顯嘅缺陷，就只係缺乏咗一名 Curry 嘅啫，缺乏咗一名可以以一己之力改寫比賽嘅超級巨星。顯而 Jason Tatum 甚至係 Jaylen Brown 都未能夠成長到去呢個地步，距離無解呢兩個字都仍然有一大段距離。所以接落嚟，佢哋可唔可以用整體嘅戰力嚟克服超巨嘅差距，就係最後幾場嘅關鍵。最後睇到34歲嘅 Curry 能夠打到呢個地步，真係令到我冇嘢好講啦。喺球隊核心都正在老化，而且面對住更年輕、更有活力嘅球隊嘅時候，佢都能夠頂住球隊。喺被分被拋嚟嘅時候，一球一球咁追翻，咁不斷利用無球跑動嚟調動對方嘅防守，為隊友創造進攻空間。佢都可以話係喺進攻端以一己之力抗衡一支球隊，知道自己係球隊嘅防守弱點嘅時候，更加努力改進，成為可以幫到手嘅一份子。有時候即使幾咁唔想面對呢個現實，但都要承認 Stephen Curry 可能已經成為咗歷史上最有影響力嘅球星之一。唔知大家又點睇呢？歡迎留言一齊討論。為咗支援受 YouTube 審查機制影響嘅創作者，會員已經開放加入 Channel， 需要大家嘅支援。有能力嘅可以加入會員，唔想被 YouTube 抽佣都可以 PayMe 支持。唔方便嘅都可以訂閱、讚好，並且 share 條片出去，等更多人知道 Channel 嘅存在。同時亦記得支持其他香港嘅創作者啦。今日就講到呢度，歡迎留言討論，記得支持我哋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